2025年1月21日上午，轰动全国的翟星星骗婚致死惨案，在北京开庭审理，历时3个小时没有当庭宣判。法庭上，翟星星针对涉嫌敲诈勒索的指控认罪认罚，并向受害者家属鞠躬道歉。2017年9月的一天深夜，WePhone 创始人苏小茂在微博上发完最后一条信息，便从15楼家中一跃而下，结束了年轻的生命。根据苏小茂在微博上的自述，跳楼是受前妻翟星星所逼。那么苏小茂和翟星星之间究竟经历了什么？80年代，苏小茂出生于福建农村，从小对知识充满渴望的他，学习成绩优异，品行正直。在兄弟姐妹的资助下，高中毕业后，苏小茂考上了北京一所名校，完成了本科和硕士课程。毕业后，苏小茂留在北京发展，很快凭借着高超的编程本领，他研发出一款软件，成立了 WePhone 公司。这款 APP 针对海外通话使用，据说 APP 用户最多时高达2000多万，因此他积攒下了一些财富。眼看公司业务走上了正轨，而年近40岁的苏小茂却还单身一人，家人难免对苏小茂进行催婚。苏小茂也不是不想结婚，只是曾经在大学期间有一段短暂的恋爱经历，对方因嫌弃他长相一般而分手，这令他内心有些阴影。怀着忐忑的心情，苏小茂在一个婚恋网站上注册了 VIP 账号，经过几轮相亲后都被对方嫌弃，直到一个叫翟星星的女孩出现。翟星星硕士毕业，是一名公务员，月薪2万元，长得肤白貌美，身材高挑。除此之外，最关键的是她不挑剔苏小茂的长相。第一次见面，两人就情投意合，相互加了联系方式。两人相见次日，翟星星便在朋友圈发了一段视频。视频中，翟星星面若桃花，喜笑颜开，背景是一群鸟飞过一排别墅。看到未来女友的实力，苏小茂也不甘示弱，立刻把自己的存款账户、股票投资账户等展示出来，并标注别墅我买得起。得到男友的回应，翟星星内心暗自欣喜，谋划着下一步计划。两人相识第3天，翟星星就发了一段信息，表示愿意与苏小茂结婚生子。俗话说，男追女隔层山，女追男隔层纱。对于缺乏恋爱经验的苏小茂，哪里见过翟星星这样的套路？渐渐的，苏小茂便坠入翟星星的温柔乡里。为了加速结婚进度，翟星星提出了回老家见家长，尽快将两人的婚事定下来。两人相识半月后，翟星星便跟随苏小茂回到福建老家。在苏小茂的老家，翟星星孝敬长辈，料理家务，赢得家人邻居的称赞，都认为苏小茂有福气，找了这么一个贤惠妻子。得到家人的认可，苏小茂也完全放下心中疑虑，认定翟星星会与自己白头偕老。随后两人又去海南旅游，在风景秀丽、气候宜人的海边，翟星星依偎在男友身边，表示这里环境优美，希望在这里买房子。苏小茂毫不犹豫地买下了一套价值300多万的海景房，并在房产证上写了两人的名字。不仅如此，期间翟星星还疯狂购买了各种奢侈品，几十万的项链、名牌包包、化妆品和服饰。回到北京后，苏小茂又送给他了一台价值100万的豪车。短短不到2个月的时间，苏小茂就为未婚妻翟星星花了近500万，家长也见了，礼物也买了。按照结婚流程，两人也预约了6月6日去民政局领结婚证。可未料到出现了意外。领结婚证的前几天的一个早晨，翟星星承认自己结过1次婚，当时为了获得北京户口，他与一位姓李的男性朋友领过证，后来又办了离婚，手上还有离婚协议书。得知此信息后，苏小茂表示暂缓领证，先冷静一下，而翟星星却愤怒地收拾了自己的行李，夺门而去。眼看着即将失去心爱的娇妻，苏小茂也慌了，但无论他如何道歉认错，翟星星都不肯回头，直到苏小茂提出愿意重新追回他。见此状况，翟星星觉得敲诈的时机来了，随即提出让对方每天给5万，直到满意为止，同时又要了20万作为精神补偿费。折腾了几天，两人终于在6月7日领了结婚证。苏小茂本以为幸福的生活即将来到，但殊不知厄运正悄然而至。两人结婚后，翟星星对苏小茂更是肆无忌惮地要钱。苏小茂要看他与前夫的离婚协议书，他要收88万。结果这份协议书中，前夫不是姓李而是姓刘，况且两人的婚姻只维持了3个月。离婚时，前夫还给了翟星星20万补偿款，
之后，翟星星发现苏小茂在结婚前与另一个女孩短暂的聊天记录，恼怒不已，要求丈夫给25万补偿费。时隔1天，他又要了100万。结婚第11天，翟星星起草了一份协议，协议中表示，如果苏小茂提出离婚，要对他进行补偿，支付现金500万，海南的房子还清贷款过户给他。如果要是有了孩子，还要为孩子准备一套房子。然而，对于此不平等协议，苏小茂却认为是妻子为了督促自己保护婚姻的表现，所以他不加思考便签了字。翟星星有了这份保障后，便开始了他的撤离计划。首先，他开始找各种理由提出离婚，但都被苏小茂拒绝了。之后，他又提出自己恐高，打算把现在这套15楼的房子卖了，再买一套别墅。对于这个提议，苏小茂也没同意。就这样，翟星星天天找苏小茂的麻烦，让苏小茂心力交瘁，最终同意离婚。离婚时，翟星星竟然狮子大开口，索要赔偿1000万，并说如果不给，就让对方牢底坐穿。无奈之下，苏小茂只能签下离婚协议，赔偿1000万给翟星星。他先支付660万，剩余部分4个月内付清。另外，海南的房子也给翟星星。就这样，两人的婚姻从领证到离婚仅仅维持了41天。然而离婚后，翟星星继续向前夫追讨剩余的340万。最终，苏小茂不堪其扰，于9月7日给公司群发信息，声称自己被翟星星毒害，公司将停止运营。凌晨3点，翟星星也在微博回击了一条信息，揭露苏小茂公司违规经营，并称对方是渣男。随后，苏小茂发了一条微博，详细的说明了和翟星星短暂的交往，又发了一条信息给家人，便从15楼家中跳下离开了人世。2023年3月，法院根据苏小茂生前提供的证据，宣判翟星星需退还苏小茂赠与的现金和奢侈品约1000万元，及海南、北京2套房产。2024年3月，警方抓获翟星星，而就在前几天，北京法院对此案进行了审理。相信法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翟星星最终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惨重的代价。欲望如海，节制为舵，没有舵的欲望小船，终将会迷失方向，最终坠入深渊。